春风和你不个拉米，你这他妈的不是能把车做好吗？那你之前的500SR 算什么呀？春风675SR，如我标题所说，我个人浅薄且狭隘的认为，这台车就是一台解决了所有毛病的500SR。那有朋友就问了，你为什么拿500SR比啊？你不应该拿703R 比吗？你是怂了吗？啊，问得好，但这个问题你要问老陶啊，问一下他说好的重庆摩博会期间有试驾车，为啥我去了以后只给看不给骑？对得起我们吗？你妈退钱！首先，这台675SR 的骑乘感受和500SR 真的很像，都是一致性的顺。听话好骑，你指哪它打哪，倾角和跺脚来的感觉都很自然且舒服，并且在前120后180，车重接近200公斤的前提下，整车的灵活性表现也相当不错，不会有像无极660或者像高精500那种在低速弯跟你对抗跟你打架的感觉，就是我500SR那期视频所说的，这玩意骑起来就像 GS-X 一样听话啊！你如果真的要拿 GS-X 那个钝笨的感觉来跟我硬杠，我只能说你全对，好吧？至少在这种小场地试驾里，我真骑不出来这两台车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675和500SR 一样，就是一个比较八面玲珑的运动街跑设定。要在这两台车里挑出来不同的话，一是675整体的骑行三角会相对来说更加激进，说人话就是手把更低，脚踏更高，所以在骑行的灵活度和舒适度上会略微注意是略微逊于500SR。二是两台车的发动机处理特性有所不同，500SR 的4缸机相对来说更偏向于高转取向，所以相比675来说，500SR 这车需要等高转，没有那种一拧就来的快感。在这次的试驾场地这里，我一把油门拉下去，路都快跑完了，这车转速可能还没攀到一半，而675在这条路上基本就可以把一档转速拉到底了。虽然说675的转速上限没有500SR 高，但动力上个人感觉675更倾向于全段的线性输出，它起步之后直接一拧就来，然后以一种你在体感上能够接受的方式把你推到一个比较高的车速去，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换人话来说，就是大家跑的速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比起800NK 902S 那两台扯着你走的凶兽，675这种线性的把你推上去的感觉，我觉得更能被大部分社会车友所接受。说回正题，675最让我惊喜，也是我觉得最应该做到的事，就是他把500SR 上两个把人骑到高血压的毛病给改善了。一是油门闯动，之前500SR 的油门闯动是不管你的油门控制的有多慢多精细，只要油门行程从0走到1，那台车必定要给你很突的往前闯一下。我觉得对于500SR 这种比较花屏的街跑车来说，这个闯动真的非常影响日常驾驶的舒适性。而在675SR 上，这个闯动问题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说它是改善，是因为这个闯动实际上还是有，但那种闯动的感觉已经被优化到你不去专门注意它，基本可以说是做到无感的那种程度了。就这么说吧，500SR 那个车的闯动就像一个高中生踹了你一脚，而675就像一个小学生穿着椰子鞋给你来了一脚。我是可以通过我的油门控制去消掉它那个力的，我是可以尽量控制我的油门去消掉那个力的，但是500不行，500就是你到0到1它一定要给你差一下，这个车不会。然后搭配上我前面所说的这车的随动性和灵活性表现，让它在这种低速的小场地里骑起来真的好听话好顺手，车身动态听话，油门拧起来听话 Man what can I say。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问之前在我500SR 视频里抬杠的说哎呀买这个排量的人哪有这种低速公路上一闯一闯的骑车了，那现在你的春风亲爹就把你的脸给打了，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感受呢宝贝？还是说你就跟重庆摩博会那帮臭大街一样的起步就只会哒，停车的时候就只会嘣的废物呢？那我问你，第二个点就是 500SR 那个屎一样的刹车上泵，两个问题，手感重且黏糊，加上虚位和实位之间的手感反馈不明确，导致我骑 500SR 那车的时候，我压根都不知道我的刹车到底捏到哪去了，因为捏到哪的手感他妈都是一样的。而现在675SR 这个上泵的手感，说实话整体上还是有点重且黏糊的味道，并且手感上我觉得还是没有450用的那个杭特上泵好，但至少这一次春风把这个上泵的段落感给做出来了，我总算知道我的刹车该捏到哪里，哪里是虚位哪里是实位了本应该做好的东西不做好，一定要等下一台车或者下个版本才改进，真的是跟大洋彼岸某个姓 B 的玩具公司一个屌样，一个 CSM 腰带修修补补出你妈3个版本骗钱卖，前脚 DX 武神之刃刚出货，后脚就给你开个玩法更多的 PDX 版，我只能说全家上下也就剩个空调能出气了。清明节快乐，你个戏啦！至于缺点嘛，我觉得主要还是集中在外观上，例如这个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的牛头脸，但实际上你如果在现场蹲下去和这台车平视，你会发现它的牛角
下面其实藏着一对造型很高大的眼睛，加上这对高大眼，你就会发现这车的前脸其实还蛮帅的，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基本都是站着来俯视这台车的，那这对大牛角就会不可避免的抢占我们视觉重心了。所以有人觉得丑，我认为也蛮正常。还有一点，其实我之前就想吐槽了，就是春风对于他们车架的处理真的太他妈随意了。车架侧面这一块的表面处理啊，就已经有点坑坑洼洼的了。你干嘛？你以为你大班啊？你也玩塑胶那一套？然后整个车漆水挺漂亮，板子也挺工整，然后你妈个逼这个车架就莫名其妙凸出来一颗汗点，像挖了块鼻屎粘上去的一样。还有龙头拐的这个位置，你坐在车上的时候一低头，两条稀稀拉拉的汗缝就直勾勾的对着你，真的是太他妈掉价了呀，春风！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老陶把他的全铸铝合金车架啊称作艺术品，至少在春风面前，老陶他确实有实力吹这个牛逼，好吧？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 ABS 介入时机真的好早啊，我感觉调的可能比450SR还要保守啊。我这里只是说他介入时机早啊，我没有说他好还是坏啊，不然一会又有人拿回旋镖过来抡我了。最后总结来说，675SR 是一台让我很高兴，同时也让我很生气的一台车。高兴的点在于这台车无论是产品力、性价比还是完成度上来说都做得非常棒。我真心建议每一位在考虑这个价位买车的朋友都去店里试一试这台675SR。我不仅要给这台675SR打好评，并且我无比期待后续的675NK，以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上的 MT 甚至 GT。这个平台真的太适合做这种运动车型和公路休旅了。而我生气的点也很简单，骑过这台675SR我才发现500SR 本应该能和它做到一样好，因为它把之前500SR 存在几个毛病都给改善和优化了。以前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造车调教水平真的是差人一等，现在675SR 一出来我就明白了，春风是完全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并且是能够从一开始就把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扼杀在车辆出厂前的。但是他不选择一开始就给你做好，而是在后续车型或者后续版本才去给你做，这点我就觉得非常的恶心人。一是不尊重你的客户和消费者，尤其是愿意掏真金白银去支持你第一批车的用户，你就拿这种半成品来对付人家。二是不尊重你的整车开发团队，我不知道你们内部工程师是个什么心态，但我觉得只要是由自己亲手参与设计研发的产品，没有一个人是不希望他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赞赏的，而不是被人空穴来风的一句哎呀这车不是我们的重点产品，我们随便做了就算球了，就把你一直以来的努力都给付诸东流了。包括我为什么不喜欢钱江，就是钱江现在推行的这个车海战术，虽然我不否认里面确实充斥的一些换皮套壳的老垃圾，但也有不少具备潜力的好车是被埋没在了这所谓的车海战术其中。偷骑收网的话来说，真的是星辰大海。就现在这种风气吧，给我感觉就是厂商通过病态的宣发营销策略，伙同消费者来否定工程师的付出与劳动成果，与此同时还顺带给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找补。所以我还是保持我之前的观点，你要做车，你就拿出你的诚意和实力去做，你要保证你的产品对得起你的良心，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对得起你手下那么多工程师日以继夜的付出，而不是说哎呀这个车不是我们的重点项目，没必要下那么多功夫做那么好，哎我们这个车主要卖老外，老外都喜欢呢，你们国内这帮人又不买车又提那么多毛病，是哪一看你们这帮人就不懂车。那我只能说你他妈的赶紧滚啊，滚去说你家杨爹的脚趾甲年去，你都不尊重你自己的产品，还指望我们尊重你的产品？你根本没带试驾会，你703哪去了啊？社会你涛哥。